在前2期节目里，我们聊到了影响中国房地产需求的2个核心制度：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，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推动城市住房需求，影响房价走势。如果你还没看那2期，建议你去看一看，我把链接放在描述栏里。今天我们先把改革这件事放一放，来回头看一个更基础的问题：为什么1978年之前中国的住房制度是我们今天回看的时候觉得如此紧张的？为什么是单位分房？为什么人均只有几平米？为什么城市住房建设长期不足？这些都不是住房系统内部的问题，它们背后有一个贯穿30年的国家背景。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，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住房改革会在1978年之后出现。它不是想改，而是非改不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前，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新中国一开始面对的是什么？新中国成立时，国家的基础非常薄弱，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，刚经历长期战乱，工业几乎从零起步，关键工业品钢铁、煤炭、机械、化工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，能自主制造的东西极少，卡车、拖拉机都算稀缺品，城市和农村都缺房，很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个小空间里。但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，是因为中国必须快速工业化，比住房更紧迫。为什么工业化必须排第一？这个优先级不是喊口号，是现实压力。而这个压力在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里被暴露得非常直接。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很难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志愿军在战场上最缺的不是人，而是装备和后勤。重火炮、坦克、军车都严重不足，通信落后，常常依靠跑步传递信息。后勤大量依靠人工肩挑、人力推车，棉衣依赖苏联供应。战争初期的大量药品、部分弹药也主要依赖外援。战争让中国第一次意识到，装备靠别人，安全靠不住。工业化不仅是发展需求，而是生存需求。因此，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，确立了工业优先。这意味着全国的资源必须向工业集中，住房自然排在后面。还有一个是中苏交恶带来的第2次冲击，必须自己建立体系。1950年代初期，中国依靠苏联援助上马了一大批工业项目，但1958年后，中苏关系急转直下。1960年，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，终止600多份合同，大量正在建设的工业项目被迫中断，包括钢铁、机械、能源等关键领域。这使中国更清楚地看到，工业化不能依靠外援，必须自己建立一套独立成套的工业体系。而构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，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，有限资源再次被锁定在工业领域，住房建设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。还有一个因素，内部动荡与外部冲突让住房建设进一步下滑。1959年之后，中国还经历了3年大饥荒，各类政治运动，包括文化大革命，
中苏边境冲突，这些事件不断消耗国家资源，让住房建设长期处于极低水平。单位分房虽然存在，但覆盖面极小。这些国家任务最终如何塑造了住房制度呢？现在回到最关键的问题：为什么会出现单位分房？为什么住房长期不足？为什么人均只有几平米？所有这些现象都来自同一条因果链，就是朝鲜战争暴露工业短板，意识到必须工业化，资源必须向工业集中。在内部动荡和外部压力下，住房投资被进一步压缩，国家无财力，住房任务被迫下沉到单位，福利分房机制下，住房长期供不应求。这一链条背后有3个结构性原因：第一，国家财政无法承担住房建设。1949年到1977年，全国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到重工业、国防、能源、基础工业，住房投资长期不足，国家完全没有能力去大规模建设城市住房。第二，当时不存在市场主体。1950年到1970年代的中国城市，没有开发商，没有商业银行按揭，没有土地出让收入，没有社会融资渠道，没有私营的建设企业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单位，没有任何主体能建房。单位不仅负责工作、工资、医疗、教育、粮油供给，也自然成为住房建设和分配的执行者。这不是偏好，而是结构性结果。第三，住房纳入单位是当时唯一现实可行的方案，不是单位想建房，也不是通过分房来稳定员工。真正的逻辑是国家没钱建房，社会没能力建房，唯一能动员资源的组织就是单位。但单位资源有限，于是出现了典型的住房模式：盖得慢，水平低，规模小，修一点分一点，等房很久，有的可能10几年。这是当时条件下的自然结果。1978年之前的住房格局本质是国家战略与财政结构塑造的结果。从1949到1977年，中国的住房制度为什么是那样？人均几平米，单位分房，城市住房紧张，分房要等很久呢？今天我们已经从根本原因重新梳理了一遍，就是工业化优先，让住房长期处于资源末端；财政有限，国家无力投资住房；社会缺乏市场主体，只能依赖单位。在外部冲突与内部动荡下，住房建设进一步下滑。所以1977年之前的住房制度不是设计失误，而是国家战略、财政结构、生产方式共同塑造的必然结果。但问题随之而来，随着城市人口增长、外资进入、经济结构变化，这种单位承担住房的体制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瓶颈。房子太少，速度太慢，质量太低，成本太高。换句话说，过去30年中国在忙工业化，住房只能靠边站。但到1978年之后，这个结构性矛盾已经无法
靠等房来解决，于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。1978年以后，中国开始尝试让住房走向商品化，先是房子可以卖，但土地不能卖，再是土地可以转让，房地产市场真正成型，直到1998年底彻底停止福利分房，住房走进了买房时代。这一段变化几乎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房子，或者说是对房子的全部理解。房价、土地财政、开发商模式、按揭贷款市场，就是商品房市场，它们都诞生在1978到1998年的20年里。所以下一期我们将进入这一系列中最关键的篇章，住房改革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推进的？商品房开发商和土地财政又是怎样诞生的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。谢谢，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。